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从此你我互为归途》故事解说。高三学生沈杜峰突然带着一个打扮张扬的女生回了家。这名女生名叫顾丫丫，有着一头黄色的头发，脸上画着夸张的烟熏妆，整体打扮看着十分叛逆。沈杜峰一进门就对着自己的父亲沈明礼放出狠话，直言如果父母不愿意供顾丫丫上学，他就辍学去街头卖艺谋生。沈明礼听到儿子这番荒唐的言论，瞬间怒火上涌，厉声呵斥沈杜峰，甚至放话要打断他的腿。顾丫丫见状，连忙开口打圆场，称自己向来不会勉强别人，说完就准备转身离开。沈杜峰立刻拦住顾丫丫，转头对着父亲百般劝说，希望父亲能懂事一些，理解自己的做法。沈杜峰告诉父亲，顾丫丫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此前他被校外的混混围堵索要钱财，危急时刻是顾丫丫挺身而出，替他挨了混混的一酒瓶子，才让他免遭伤害。他秉持着江湖义气，执意要报答顾丫丫，坚决表示如果家里不肯供顾丫丫读书，他就直接辍学卖艺，独自承担顾丫丫的学费和生活费。沈明礼看着即将面临高考的儿子一心胡闹，心里又气又急，忍不住数落沈杜峰，质问他这般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每天凌晨5点半早起为他准备早餐的母亲，是否对得起家里每月花费2万块重金为他聘请的家教，斥责他荒废学业，辜负家人的付出。沈杜峰知晓父母都是真心为自己好，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想要为顾丫丫争取读书的机会。沈明礼看着顾丫丫一身非主流的打扮，染着黄毛，打着耳洞，穿搭张扬怪异，打心底里不认可这个女孩，觉得她根本不是正经读书的孩子。就在沈明礼极力反对的时候，旁人道出了一段无人知晓的未来境遇，劝解沈明礼不要以貌取人。众人告知沈明礼，数年之后沈家将会遭遇破产危机，沈明礼本人会被债主打断双腿，全家陷入落魄潦倒的绝境。而支撑整个沈家走出困境，助力沈家东山再起的，正是此刻被他嫌弃的顾丫丫。众人继续诉说，顾丫丫为了支撑沈家，同时打了3份苦力工作，常年劳累奔波，最终积劳成疾，患上肺癌，早早离世。而沈杜峰也因为经历家道中落，亏欠顾丫丫太多，常年活在愧疚之中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终生活在悔恨里。旁人还向沈明礼解释了顾丫丫的真实身世。顾丫丫原本成绩十分优异，是妥妥的学霸苗子，只是父母早早离世，家境极度贫寒，无奈之下只能早早辍学。而她刻意打扮的张扬叛逆，并非本性顽劣，只是想要用这种方式伪装自己，保护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的自己。沈明礼听完这番话，内心满是震惊。他暗自察觉公司近期确实出现了资金问题，这件事他从未对外透露，无人知晓。此刻他的内心开始动摇，忍不住怀疑旁人所说的未来是否属实。旁人见状，继续告知沈明礼，当下他或许还无法相信，但半小时后股市开盘，他公司的股价就会直接跌停，届时一切真相都会揭晓。听闻此言，沈明礼的心态彻底转变，决定暂且相信这番说辞，先将顾丫丫留在家里。他仔细打量顾丫丫的面相，发现顾丫丫额头圆润，眉骨舒展，对照传统相书来说是文昌冠顶的骨相，是妥妥的读书人的面相，并非顽劣不堪之人。心态转变的沈明礼当即做出决定，愿意资助顾丫丫读书，承诺会为她聘请专属家教，让她的衣食住行都和自己的儿子沈杜峰保持一致。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顾丫丫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清北名校。沈杜峰连忙出声提醒父亲，顾丫丫已经辍学2年，落下了大量课业，想要考上清北难度极大。面对众人的顾虑，顾丫丫眼神坚定，当众立下誓言，以皇天厚土为证，发誓自己一定会努力考上清北，绝不辜负沈家人的帮扶。沈杜峰见顾丫丫信心满满，也笑着表态会和顾丫丫一起努力备考。沈明礼看着2个孩子热血满满的模样，忍不住调侃2人结拜的样子像极了桃园结义，随即要求顾丫丫换掉身上张扬怪异的穿搭造型，吐槽这身杀马特的装扮十分不得体。顾丫丫坦然接受，卸下了浓重的妆容，洗掉了贴上去的纹身，一改往日精神小妹的模样，瞬间褪去了叛逆气息，露出了清秀干净的样貌，妥妥的学生模样。一家人随后落座吃饭。顾丫丫心思细腻，细心发现沈明礼状态不佳，主动提醒众人不要给沈明礼夹菜，解释沈明礼头疼且嗓子发炎，食用发物会加重身体不适。沈母见状十分欣慰，忍不住夸赞顾丫丫贴心懂事，是贴心的小棉袄。反观自己的儿子沈杜峰，粗心大意毫无察觉，像一件漏风的破大衣。沈杜峰看着父母满心满眼都夸赞顾丫丫，忍不住撒娇吐槽，自从顾丫丫来了家里，自己彻底失宠了。饭桌上，沈明礼心疼顾丫丫身形消瘦，主动给她夹肉，
让她多吃一点补补身体。用餐途中，顾丫丫小心翼翼地向沈家人提出请求，询问能否将桌上剩下的饭菜打包带回家里，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吃。她坦言，爷爷奶奶独自在家，平日里只能吃白水煮面条，日子过得十分清贫。沈母听闻后十分心疼，当即许诺以后会专门为顾丫丫的爷爷奶奶准备饭菜，不用她打包剩菜。顾丫丫满心感动，当即郑重表示，往后自己一定会拼尽全力报答沈家的恩情，就算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。没过多久，股市开盘，沈明理公司的股价果然如同旁人所说，直接跌停，彻底印证了此前的预言，让沈明理彻底相信了未来的境遇并非虚言。沈明理心中感慨，深知此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连忙安抚顾丫丫，告诉她无需报答，只要好好读书，学有所成，就是对沈家最好的回报。吃完饭之后，沈明理当即决定带着顾丫丫前往11中，帮她办理入学事宜，让她早日重返课堂。顾丫丫此刻却有些自卑退缩，主动劝说沈明理放弃，坦言自己已经辍学多年，自认天生就是底层打拼的命，不配重返校园读书。沈明理立刻出言鼓励顾丫丫，告诉她命运从不由天定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凡事事在人为，只要肯努力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。随后，沈明理带着顾丫丫来到11中，他和学校的教导处陈主任是多年同窗好友，希望能凭借这份情谊，帮顾丫丫争取到插班读书的机会。见到陈主任后，沈明理主动介绍顾丫丫，告知陈主任顾丫丫初中毕业会考时拿下过全区第1的优异成绩，底子十分扎实。陈主任听闻后十分为难，坦言如今学校的插班政策管控十分严格，流程繁琐，名额稀缺，很难破例办理。沈明理连忙为顾丫丫解释，诉说他辍学2年的经历。这2年里，顾丫丫从未虚度光阴，先后做过看店、帮人带孩子、餐厅洗盘子等各类苦力工作，即便生活辛苦，也始终没有放弃读书，一直坚持自学文化课知识。沈明理将顾丫丫自学的资料递给陈主任查看，极力劝说陈主任给顾丫丫一次读书的机会，直言如此刻苦聪慧的孩子，如果不能继续读书，实在可惜。为了不让学校为难，沈明理主动提出会自费为顾丫丫聘请各科专属家教，补齐她落下的所有课业，无需学校承担任何辅导工作。陈主任看着顾丫丫扎实的自学成果，又看她踏实肯干的模样，内心有所松动，但依旧顾虑重重。他表示顾丫丫已经辍学2年，知识点断层严重，就算进入学校跟上高2的课程都十分吃力，更别说直接就读高3冲刺高考。沈明理继续极力争取，夸赞顾丫丫天资聪慧，吃苦耐劳，只要有人辅导，一定能快速补齐短板，追赶进度。随后他让顾丫丫亲自表态，问问她是否想要继续读书。顾丫丫眼神坚定，语气笃定，明确表达了自己想要重返校园继续读书的强烈意愿。陈主任看着顾丫丫真诚的模样，最终松口，同意让顾丫丫先进入学校试读，同时立下硬性规定，1个月后的月考，如果顾丫丫成绩垫底，就必须主动退学。这项规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，没有例外。顾丫丫坦然接受这项规定，郑重向陈主任承诺，自己知晓学校的规矩，倘若月考成绩垫底，无需他人劝说，自己会主动收拾东西离校。沈杜峰也连忙开口，主动提出会帮顾丫丫补习落下的功课，坚信以顾丫丫的能力，绝对可以顺利通过月考考核。陈主任见状彻底放下顾虑，告知顾丫丫次日早上7点准时到高2 3班报到，一切成绩以1个月后的月考结果为准。沈明理再三叮嘱顾丫丫，只管安心踏实读书，生活和学业上的所有难题都由大人帮忙解决。顾丫丫满心感恩，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努力留在11中，绝不辜负沈家人的帮扶与期待。办理完入学事宜后，沈杜峰十分开心，主动骑车送顾丫丫回家，一路上满心欢喜，感慨自己终于可以和顾丫丫一起上学，还笑着打趣自己一定要在30天内帮顾丫丫追上2年的课业差距。顾丫丫回到家中，将自己得以重返校园的好消息告诉了爷爷奶奶，2位老人欣喜不已。爷爷十分清楚读书机会来之不易，连忙催促顾丫丫抓紧时间学习，不要浪费1分1秒的时间。家里所有的农活杂活都由自己承担，不让顾丫丫分心。自此之后，顾丫丫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之中，日夜苦读，丝毫不敢懈怠。她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只有1个月的时间追赶进度，如果月考成绩垫底，就会失去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，重新回到打工刷盘子的生活。沈杜峰看着顾丫丫日夜苦读，压力巨大，十分担心她的状态，时常在一旁暖心陪伴，贴心宽慰。为了缓解顾丫丫的学习疲惫，沈杜峰特意为她制作了提神醒脑的薄荷茶，时刻陪伴在侧，鼓励她坚持下去，
不要被繁重的课业压垮。面对晦涩难懂的数学难题，顾丫丫从不轻言放弃，反复钻研，反复刷题，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攻克一个个学习难关。他暗自给自己打气，一定要全力以赴备战月考，绝不辜负沈叔叔的一片苦心，绝不允许自己在考试中失利丢脸。次日，顾丫丫准时到11中高2、3班报到，班主任将她领进教室，向全班同学介绍这位新来的插班生。顾丫丫大方礼貌地向全班同学自我介绍，告知大家自己名叫顾丫丫。班里的同学看到顾丫丫后，瞬间议论纷纷，不少同学认出了她曾经的模样，知晓她是西街出了名的精神小妹，纷纷吐槽如今学校的入学门槛越来越低，什么样的人都能进入重点高中读书，言语间满是嘲讽和不屑。沈杜峰听到同学们恶意嘲讽顾丫丫，立刻站出来维护她，厉声制止同学们的议论，提醒大家，既然顾丫丫已经成为同班同学，就应该和平相处，不许恶意诋毁，出言不逊。班主任也连忙制止了班里的喧闹，让同学们遵守纪律，认真上课。落座之后，身边的同学依旧私下议论，纷纷打赌顾丫丫绝对无法通过1个月后的月考，认为她辍学2年，基础薄弱，最终一定会垫底退学，根本不可能留在11中。听闻周遭的质疑声，顾丫丫内心毫无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了努力的决心。她暗自告诉自己，自己在火锅店后厨洗了2年盘子，双手冻出的伤口数不胜数，吃过无数常人难以忍受的苦，绝不至于连一场月考都无法应对。课堂上，老师拿出当年的高考真题让学生作答，班里的优等生王欢欢站上讲台，面对题目毫无思路，僵持许久，只写下一个解字，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不少同学借机嘲讽王欢欢，也有人顺势挑衅顾丫丫，起哄让顾丫丫上台解题，想要看她当众出丑。面对众人的挑衅，顾丫丫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，清晰梳理解题思路，完整写出解题步骤，完美解出了这道难题，答案完全正确。老师当场对顾丫丫大加夸赞，号召全班同学向顾丫丫学习。顾丫丫淡然表示，只是昨晚刚好接触过同类题型而已。经此一事，班里的同学彻底改观，纷纷夸赞顾丫丫实力出众，十分厉害。看着顾丫丫的刻苦努力和优异表现，老师和家长都十分感慨。众人发现，原本懒散贪玩、沉迷手机的沈杜峰，在顾丫丫的带动下，一改往日的陋习，每天主动延长学习时间，学习态度变得十分端正。大家都认可顾丫丫身上的韧劲和拼劲是支撑她逆袭进步的关键，但众人依旧心存顾虑，担心她辍学2年的课业短板难以弥补，害怕她无法顺利通过月考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沈母打算邀请一位退休的特级教师周老师，为2个孩子补习功课。这位周老师教学经验丰富，曾带出10余位奥数金牌得主，经他指点的学生大多都能考入重点名校。沈母联系上周老师后，将沈杜峰和顾丫丫2人的学习情况如实告知。一个是年级前列的优等生，一个是辍学2年但初中底子极佳的复学学生。同时拿出2人的摸底测试成绩，希望周老师帮忙判断顾丫丫是否有机会通过月考，留在1中。周老师为了精准判断2人的学习水平，特意拿出一套1中的月考真题，让2个孩子现场限时作答，限时2个小时，不限做题数量，如实展现真实水平。答题期间，沈明礼夫妇在客厅等候，全程关注2个孩子的答题状态。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，1个小时过去后，顾丫丫的试卷只完成了不到一半。周老师始终眉头紧锁，神情严肃。沈明礼夫妇内心十分焦灼，忍不住暗自担忧，害怕顾丫丫基础薄弱，跟不上进度，这段时间的熬夜苦读最终白费，无法通过月考考核。即便内心焦虑，夫妻2人依旧相互宽慰，坚信顾丫丫足够努力，足够坚韧，一定可以突破难关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顾丫丫的做题速度越来越快，状态渐入佳境。2个小时的考试时间结束后，顾丫丫竟然完整答完了所有题目，没有一处空白。沈杜峰看着顾丫丫完整的试卷，十分欣慰，连忙宽慰她放松心态，坦言自己看过她的答题内容，几道大题的解题思路和答案完全契合，通过率极高。随后，沈明礼夫妇连忙询问周老师2个孩子的答题情况，迫切想要得知结果。周老师终于舒展眉头，道出了真实情况。他表示，顾丫丫的基础十分扎实，各类公式定理记忆牢固。之所以前期做题速度缓慢，只是因为辍学2年疏于刷题，解题手感生疏，并非能力不足。同时，他夸赞顾丫丫心态沉稳，坐得住冷板凳，面对难题愿意潜心钻研。对比当下遇到难题就翻看答案，不愿思考的学生十分难得。周老师明确表态，只要给顾丫丫3周的适应和刷题时间，补齐做题手感，顺利通过月考，
留在一中完全没有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周老师也指出了沈杜峰的问题，他数学基础扎实，但做题过于急躁，频繁跳步骤，容易无故丢分。只要改掉这个陋习，数学成绩还能稳步提升20分。沈杜峰当即郑重承诺，一定会严格改正自己的做题陋习。为了让顾丫丫能够全身心投入学习，不用奔波往返浪费时间消耗精力，沈明礼夫妇商议后，决定让顾丫丫直接搬到自己家中居住，和沈杜峰一起学习生活。这样一来，两个孩子白天可以在学校跟进课堂进度，晚上回家后还能接受周老师的专属家课辅导，全力备战月考。沈母贴心为顾丫丫收拾好了专属房间，更换了全新的床单，添置了书桌和护眼台灯，还准备了备用被褥，细心叮嘱她晚上看书不要熬夜，好好爱护眼睛。面对沈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扶，顾丫丫内心满是感激，深深鞠躬，想要磕头致谢，报答这份恩情。沈母连忙拦住她，告诉她无需如此大礼，只要好好休息，潜心学习，顺利拿下月考，就是最好的回报。入住沈家后，顾丫丫依旧日夜苦读，从未有丝毫松懈。沈明礼看着她辛苦付出，主动询问她想要什么奖励。顾丫丫思索过后，开口请求阿姨再做一次爷爷奶奶爱吃的红烧肉，自己想要带回家给老人品尝。沈母欣然答应，立刻动手制作红烧肉。为了不让饭菜变凉，沈明礼亲自开车送顾丫丫回家。沈杜峰也一同前往，想要看望两位老人和爷爷切磋象棋。一行人抵达顾丫丫家中后，爷爷奶奶热情接待了他们。爷爷奶奶看着沈家夫妇，满心感激，忍不住道出了顾丫丫的辛酸过往。二老坦言，顾丫丫10岁那年，父母就不幸离世，从此家里就只剩年迈的老两口和年幼的顾丫丫。奶奶视力不佳，腿脚不便，爷爷身体也常年病痛，两人没有劳动能力，无法维持家用。懂事的顾丫丫为了照顾两位老人，放弃了自己的学业，早早辍学打工养家。爷爷奶奶十分惋惜，直言顾丫丫从小天资过人，成绩优异，每一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是天生的读书苗子。如果没有辍学，如今早已是重点高中的优秀学生。爷爷愧疚地表示，是自己和老伴拖累了顾丫丫，耽误了孩子的大好前程。二老还道出了顾丫丫打扮张扬的真正原因。顾丫丫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二叔，常年回家索要钱财，纠缠不休。为了震慑二叔，保护自己和爷爷奶奶，顾丫丫才特意染黄毛、化浓妆，打扮得叛逆张扬，让二叔不敢随意欺负自己。自从辍学后，顾丫丫独自在外打拼，在火锅店辛苦做工，双手常年被冷水冻得满是伤口，却从来不对家里人诉说苦楚，所有的委屈和辛苦都独自扛下。沈明礼夫妇听完二老的讲述，内心满是心疼和动容。沈明礼当即郑重承诺，从今往后，只要顾丫丫愿意读书，自己就会一直无偿资助她，绝不会让她再次辍学。爷爷奶奶听闻后感动不已，老爷子当场想要磕头道谢，直言沈家不仅拯救了顾丫丫一个人，更是拯救了整个风雨飘摇的家。爷爷满心恳切地托付沈明礼夫妇，告知他们顾丫丫自小懂事孝顺，倘若日后孩子有叛逆不听话的地方，任凭沈家夫妇打骂责罚，只求他们不要放弃顾丫丫，不让她辍学。沈明礼当场应允，郑重表态，从今往后顾丫丫就是沈家的孩子，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会让她错失读书的机会。在全力补习2周后，顾丫丫的学习成绩实现了大幅逆袭，数学成绩从最初的42分提升到78分，进步十分显著。按照这样的提升速度，顺利通过月考，留在一中基本稳操胜券。可就在一切稳步向好的时候，沈明礼的公司再次遭遇危机，公司资金彻底周转不开，当月的员工工资、供货商货款以及到期的银行贷款都无力支付。过去3个月，公司的各项开销一直由沈明礼个人垫付，如今他早已无力支撑。看着公司的困境，沈明礼满心忧虑，他担心如果继续拿钱补贴公司，下个月2个孩子的家教补课费就无法续上，会耽误顾丫丫的学业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沈明礼只能主动联系银行行长，申请办理企业贷款，试图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。与此同时，学校里关于顾丫丫的流言蜚语从未停止，不少同学私下议论，嘲讽顾丫丫是曾经的精神小妹，靠着陌生老板的资助才能进入重点高中读书，私下里恶意调侃沈家夫妇是冤大头。这些恶意的议论被顾丫丫听到，有同学见状更加嚣张，直言要好好教训顾丫丫，让她当众出丑。对方知晓沈杜峰外出参加篮球比赛，无人庇护顾丫丫，便肆无忌惮地上前挑衅。面对同学的挑衅，顾丫丫十分冷静，坦然承认自己过去确实打扮叛逆，作风张扬。她直言自己从前在外打拼时，对付几个普通学生根本不在话下，但如今自己重返校园，
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读书，绝不随意惹是生非。顾丫丫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是沈叔叔倾力争取来的，一旦自己动手打架违反校规，就会被学校开除，辜负沈家的付出。可面对同学们变本加厉的嘲讽、肆意诋毁、恶意抹黑沈明礼，顾丫丫再也无法容忍。她郑重警告身边的同学，自己的过往可以被随意议论、指指点点，但绝不允许任何人恶意诋毁、造谣抹黑沈叔叔和沈家，否则自己绝不姑息。挑衅的同学丝毫不在意顾丫丫的警告，依旧出言嘲讽，直言就算顾丫丫以前在外再厉害，进入学校就要遵守校规。下周的月考就是她的淘汰之日，只要月考失利，她就会被退学，重新变回无所事事的精神小妹。对方的嘲讽彻底激起了顾丫丫的好胜心，两人当场定下赌约。看不起顾丫丫的同学扬言，如果顾丫丫本次月考能够顺利过关，留在一中，自己就扮成精神小妹的模样，在校门口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顾丫丫道歉。反之，如果顾丫丫月考失利退学，就要主动彻底离开学校。对方十分笃定顾丫丫无法逆袭，认为辍学2年的小太妹绝对不可能赶超重点高中的正规学生。顾丫丫坦然接下赌约，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奋力逆袭，打脸所有质疑者，不辜负沈家的帮扶，为自己争一口气。距离月考仅剩最后几天，顾丫丫进入了极致的冲刺状态，日夜钻研难题，刷题复盘。面对晦涩难懂的数学压轴大题，她反复琢磨，反复演算，哪怕一道题卡壳半小时，也绝不轻易放弃。遇到无法攻克的难题时，沈杜峰耐心为她梳理解题思路，讲解知识点，助力她快速突破学习瓶颈。理清解题思路后，顾丫丫信心大增，继续刷题冲刺，全力以赴备战即将到来的月考，是要凭借实力留在11中，彻底打破所有人的偏见与质疑。